係較早時期嗰個協和醫院爆發嗰單醜聞咧，而家終於有結果啦，即係調查咗個幾兩個月啊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咧你睇下咧，都係高高舉起，輕輕放下嘅呢個。好啦，嗱，我哋推薦呢隻，你一定要照顧眼睛啊，因為而家睇咁多藍光啊嘛。黃金比例5:1，葉黃素、玉米黃素配搭蝦紅素同8大維他命，睇好多藍光。咁呢個全有齊晒呢啲嘢啦嚇，30粒268蚊，半價134蚊，係抵到不得了。2025年上半年呢，北京中日友好醫院副主任醫師蕭飛喺手術台上走 Q 咗去，點解啊？因為同佢婚外情有關。嗱，嗰件事咧，我哋將件事咧講俾大家聽，因為咧係集中在佢同一個女醫生董澤瑩嘅關係上邊。董澤瑩呢個蕭飛咧，一早呢個嘢專係沾花惹草，同個護士長係有不正當關係嘅，搞到佢咧就係懷孕流產2次。然後咧佢又同呢個董澤瑩有關係，個董澤瑩咧就唔想去脊柱外科嗰度輪轉，因為咧你所有學科都要學過下嘅，其實係。咁於是咧佢同嗰個骨科教授鬧交，呢個就係咁。於是佢就唔使去做骨科。嗰日做下手術，個董小姐咧就係做得唔好，個護士咧就鬧佢。咁呢個蕭飛咧就話喂，要立即換呢個護士。咁嗰啲人唔肯換個護士，唔肯換個，喂，做咗手術唔可以換個護士，佢就離開咗個手術台40分鐘。咁呢個咧就係後來咧就俾人去投訴嘅。蕭飛咧就提出咗離婚啦，帶埋董澤呢個女醫生啦就走去協和國際科產科建堂產檢，有咗 BB。原來咧呢個呢個姓董呢個女仔咧已經有咗 BB。佢之前已經同胸外科護士、人事處員工、胸外科護士都有唔正當關係。蕭飛起訴離婚，並要求將房產同孩子嘅撫養權交俾佢。於是咧各界咧呢個就首先就呢個人冇醫德嘅問題先啦。咁呢單嘢冇乜好以質疑噶啦，呢個係一定係停牌嘅呢一單嘢就係。但係咧，佢牽涉到咧利用職權同咁多女性發生關係，咁嗰啲人咧就轉咗去睇呢一個董小姐嘅醫學博士係點樣得翻嚟？醫學博士呢個時候咧，啲人投訴，嗰啲護士投訴，佢話一大早就自己亂發脾氣，將手套除咗，衣服脫咗，呢個係打電話講蕭飛要換巡迴護士，如果唔係就停手術，呢個就係而家手術間冇醫生。當初咧就係醫德嘅醜聞嘅，即係中斷離台離場。咁咧呢個就係香港都試過有個醫生中場離場啊，唔知去咗邊度。但好快咧就有更深嘅問題啦。呢個董澤瑩嘅醫學學歷背景、博士論文，同整個北京協和醫院4+4試點班招生都有重大嘅疑點，解釋俾大家聽先啦。所謂嘅4+4咧，就本來唔係讀醫科嘅，然後轉嚟讀呢一個有本科，如果成績好好嘅名校嘅咧，就可以轉讀碩士，一讀醫學4年好啦。咁你係要好叻先可以去讀啊嘛。佢交出嚟嘅佢讀嘅本科成績單係假嘅，話個 GPA 好高係假嘅。佢嘅姑姑時任北京科技大學國際處副處長班某娟直接協助呢個造假，等佢讀醫科。
佢嘅博士論文，第一，佢交出嚟嗰份成績係假嘅，係哥倫比亞大學屬下嘅一個學院啊，其實係掛名嘅啫。然後讀4年寫一篇博士論文，係抄人嘅，同北科大某團隊嘅成員成果雷同，而且佢發表咗多篇學術文章咧，都係一稿多投，不當註明有種種問題。呢個女仔嚇，董澤瑩，去到臨床培訓，多次私人原因缺席，依然被順利評定通過。更甚者，指導老師同審核委員會當睇唔到，呢個人係俾人哋包庇嘅，甚至有人雙重身份。呢個我諗就係呢個蕭飛啦，同時兼任佢嘅導師同答辯嘅評審。大家都知道，所有嘅論文咧，啲人都要人呢個答辯噶嘛，呢個係都要經過答辯呢個過程噶嘛，呢個係佢一個人兼兩個職。最後，國家衛健委教育部門成立聯合調查組，8月中旬，董澤瑩嘅學位證、畢業證、醫師資格證、執業證全部撤銷。蕭飛被開除黨籍，吊銷執業資格，5年內不得再從醫，即係5年後可以再從醫啊！呢個就係北京協和醫院、北京科技大學同其他相關單位19個責任人遭到問責，包括副校長、導師、骨科主任，好多個管理人員。即係點講呢？佢哋係縱容呢個女仔嘅成績唔合格，佢哋竟然係睇唔到佢嘅學歷有問題，然後佢考試嗰度有問題，佢嘅論文有問題，呢班人咧全部要負責，講得好清楚嘅。呢啲嘢就調查得好清楚。多數網民認為呢次暴露咗中國教育同醫療體系背景決定一切。點解咁犀利啊？因為佢姑姑係官嚟噶嘛，佢爸爸媽媽都係醫生嚟噶嘛。普通人寒窗苦讀10年，仲比唔上佢做一張假嘅成績單。入醫科咧就好難嘅，尤其是呢個北京協和醫院，呢啲係收生好嚴嘅，人哋搏命咧都做唔到，佢一嚟就得啦。呢種強烈嘅相對剝奪感，呢個就變咗針對特權階級，即係等於而家呢個楊蘭蘭事件永遠都係針對，一講針對特權階級咧，就所有人都拍爛手掌。呢個有自稱基層嘅醫生留言：我哋之後好震驚，點解咁唔公平呢？喺醫療一線承受壓力嘅年輕醫師對制度完全冇晒信心。臨床崗位好忙嘅，有人靠背景同關係輕鬆獲得資格，呢個咧係唔公平，呢個係唔公平。好啦，呢次嘅輿論並未僅止於憤怒聲討，網民咧亦都有高度嘅參與性。嗰啲網民嚟參加，佢比對嗰個論文內容。嗱，我講俾你聽，呢個咧就係即係話係唔係抄襲咧？而家係有啲軟件可以直情對嘅，係抄襲咗幾多個%？呢個係有人翻查公開記錄，有人對手術記錄提出質疑，佢參加嘅手術。呢種網絡集體調查逼到官方咧冇辦法唔介入嘅。北京協和醫院4+4模式係醫學教育創新嘅探索，即係咧點咧？係將好叻嘅本科通識學生加入去呢個醫學體系入邊，讀完4年本科，如果你係好叻，就轉讀4年醫學，就攞個博士，咁咧你就可以行醫啦。強調本科通識教育之後再攻讀臨床醫學，但係冇配套監管，於是變咗特權操作嘅工具。點解呢？呢個變咗個捷徑，讀醫科嘅捷徑，即係你冇讀到4年本科，由你走咗去讀呢一個。中國嘅醫學教育體系咧係咁嘅，5年臨床醫學本科5年喎，大鑊喎，5年，然後可以進入培訓啦呢一個5年後8年制，再讀多3年直通博士，呢個5年加3年
再加4年培訓，12年變咗個專科醫生。而家呢條友咧，只係4年變咗個專科醫生。佢係咁嘅，5加3，你而家然後就再加4年培訓。呢個董習瑩啊，係因為偽造成績單，混入4+4，到整個模式名譽受損。普通醫科生要通過高考，錄取過程好公開透明嘅，但係4+4咧，呢啲咁嘅學校咧，邊個收邊個唔收咧？係佢哋話事嘅。一旦出現造假咧，呢個特權階級嘅捷徑。3甲醫院招聘醫生，基本上都係要醫學博士。我哋呢啲地方醫學博士咧，係要5年本科、3年碩士、4年培訓嚇。即係讀到咧，香港仲大鑊啊！你變咗專科醫生，唔係咁變得專科醫生啊！香港咧仲要後來仲要個學會收你先能夠成為專科醫生，搞10幾年㗎。香港啲專科醫生好多都搞到35、36歲，淨係攞到醫學博士到上手術台就要12年，自己施手術12年，仲要有2、3年高強度嘅工作經驗同論文作品配合。所以學醫求職培訓上手術台整個過程係10幾年嘅。好多學生咧都好多家長咧唔想學生學醫，醫學生咧就喊出嗰句勸人學醫天打雷劈，實在太辛苦啦。董小姐憑住佢家庭條件，父母都係系統入邊嘅高管冇卷，唔使經過本國醫學生之路。本科讀哥倫比亞大學嘅經濟學專業嘅喎，我都覺得奇怪喎。佢呢個本科咧唔係哥倫比亞大學嘅喎，係哥倫比亞附屬嘅巴納德學院，美國間私立女子學院。好啦，而佢嘅成績咧就唔係好過，整張假嘅成績單好啦，跟住咧讀咗個水石，唔知邊項天賦俾協和睇中咗。進咗協和，只用咗4年就喺協和攞到內分泌內科博士。內分泌內科博士簡直係亂晒大龍嘅，大陸呢啲體系。呢兩日見到董小姐嘅醫學奇蹟。2014年到18年，美國巴納德學院唔係哥倫比亞大學攞到經濟學本科。2023年呢，完成博士論文，佢嘅論文只係得61頁，好多係 footnote 嚟嘅，正文得28頁。研究方向咧係婦科影像，係婦科嗰啲造影。個導師咧係骨科院士邱桂興，但係學位證明咧係內科學博士。犀利啦！讀經濟學讀多幾年，呢個就係呢個就係，然後咧就係寫一篇咁嘅論文，正文得28頁，研究婦科，導師就骨科，學位證書咧就係內科。你覺得神唔神奇啊？你覺得神唔神奇？完全冇規則喎！一個經濟學博士經過幾年變咗醫學博士，由腫瘤到內科、外科、心胸科，再到腎尿科，無疑係全方位嘅醫學天才。而家咧下架晒佢所有嘅論文。事實上，董習瑩冇履歷咁優秀，亦都冇足夠實操嘅特殊人才去為病人開刀嘅，所以本人都唔敢接大手術。5大疑點：跨領域係咪合理嘅？博士論文嘅水準係點？博士論文俾人睇咗出嚟，博士論文咧係抄翻嚟㗎嚇。憑乜嘢喺一定嘅位置上寫膀胱癌診療指南啊？佢竟然寫點樣醫膀胱癌喎？國家規定嘅醫學專業畢業生一定要參加唔少於3年嘅培訓，點解佢可以縮到1年？董小姐本科唔係名校嘅本部，點解能夠進入4+4，而且仲係點名包養？蕭飛亂搞男女關係被開除，董小姐係咪有錯？點解冇繼續？呢個
心中嘅聖地崩塌啦。協和醫院咧係一個好神聖嘅地方，因為咧佢係一個中日友好醫院嚟啊，係最嚴嘅，一向係呢個係好難入去嘅一個信仰崩塌咗啦。呢個協和醫院呢個就係紐大呢個普通呢啲老百姓運氣太好啦，唯一一次用油罐車裝食用油就查出嚟啦。話係得嗰次嘅啫，查出嚟嗰次就係嗰次，冇第二次。唯一一次做假當醫生嘅董小姐就被查出嚟啦。我哋嘅運氣真係好。好啦，今次結果咧查出嚟，除咗董習瑩同蕭飛被處分咧，係處分咗幾多人呢？北京協和醫院附屬醫院總共19個人被追責。協和醫院追究到副校長、導師、骨科主任，但副校長去訓斥嘅啫，即係咧就係咧呢個係叫咗去批評鬧話一話咁就算噶啦，好輕嘅呢啲係呢啲人咧都冇事嘅，唔使炒魷魚嘅嚇，係蕭飛先炒魷魚。北京科技大學相關管理人員、科技大學董習瑩嘅姑姑班某娟，北京協和醫院嘅中層幹部，即係咧以前咧，即係以前咧就有啲叫奉旨申斥，你做啲衰嘢咧，皇帝派太監咧去申斥佢。咁如果你俾賄賂嗰個太監咧，就俾得多咧，個太監又話而家奉旨申斥啊！你聽到啦嘛？咁啊申斥完啦，而家奉旨申斥你知啦嘛？如果你唔俾賄賂咧，你一向個太監嗰啲太監又唔妥你咧，就開始鬧你乜，你要唔要臉啊？你老母啊乜，可以鬧足1個鐘，鬧到想自殺，將你乜嘢衰嘢都揭晒出嚟，你要跪喺度聽喐都唔敢喐，呢個係。醫生首要任務係對生命嘅尊重，呢個蕭飛擅離手術台，應該永遠革除佢嘅醫生資格啊嘛！5年靠造假晉升啊，有咗 BB 喎佢而家，實質上係對病患安全嘅輕視，對專業倫理嘅背叛。呢種行為不僅只係個人問題，而係制度默許之下嘅結果。協和醫院係國之名院自居，係中國醫學界嘅標杆，然而呢個事件讓社會對佢嘅品牌專業形象大幅度下跌。哇！呢啲品牌即係冇 academic honesty 嘅，即係我覺得咧，香港嗰個聖保羅書院都要踢嗰個女仔出聖保羅唔係聖保羅男女，唔係我哋聖保羅書院嗰個學生係要踢出校嘅，而且咧佢爸爸媽媽咧都要受到懲罰嘅。喂，對社會對佢品牌專業形象大幅度下跌，如果唔能夠用透明制度重建公眾力，單純以問責名單，遠不足以修復信任。即係呢個咧就一定要嗰個4+4啊，係要廢除嘅。我講俾你聽係唔得嘅，讀4年醫科真係唔得嘅，呢個係所謂嘅精英教育，其實變咗特權家族嘅後門。咁對於數以萬計靠高考改變命運嘅家庭咧，係一個徹底嘅打擊。原來咧人哋好輕易就去咗。北京協和醫院被一般視為中國最頂尖嘅醫學院，初期係照搬美國哈佛醫學院嘅教學模式，以北京協和醫院作為臨床醫院嘅。喺辦學方面咧，協和招生規模少，唔招好多人，要求嚴柯注斥。每年錄取嘅人數有限，好難入去讀嘅。堅持精英化嘅路線，過去一段長時間咧，協和本科教育甚至全程都用英文教材同授課，以確保同世界一流醫學體系保持同步。嗱，我係主張即係科學咧，就真係要用英文授課嘅呢個。好啦，所以呢次北京協和醫院事件喺中國引起咁強烈嘅反應，核心就係協和呢個名係有象徵意義嘅。協和醫學院同協和醫院都係中國醫學界醫療體系嘅最高殿堂，幾乎等同國家醫學名片，搞到一塌糊塗。嗰度有
跨咗幾多個科啊？又腫瘤，又腎尿，又骨，犀利啦！呢個真係對好多人嚟講，協和就代表專業權威、公平競爭最高標準。當一個被賦予如此象徵嘅機構造假、學術不端、權力尋租，遠超過其他學院嚇，呢個就係好重要嘅。我話俾大家聽啊，呢個真係都乜大掃晒地啊！即係有冇信心？呢個姓董嘅咁樣做咗醫生，如果佢幫你施手術，係咪好大鑊啊？呢個係即係咧，我係聽嗰啲人講，香港醫生啊，同埋呢個大陸醫生嘅分別啊。大陸醫生你背死晒嗰啲書就得㗎啦，將成本醫學嘅書你都能夠背出嚟，邊度係邊度，乜嘢病係乜嘢，你全部知咧就得㗎咯喎。其實我適合做醫生多過做律師喎，因為好記性啊嘛，即係背書叻啊嘛。如果做律師咧要睇好多文件，我好可能咧唔夠耐性，呢個就係。但係醫生咧就係背書係我嘅專長嚟㗎嘛。咁但係咧香港就唔係啦，香港咧做醫生咧每一步嘅手勢都係要教得練習過嘅，其實係統一嘅手勢嘅，做每一樣嘢都嚇。好啦，呢隻 Urian 啊，而家大家開始幾多人跟呢隻 Urian？係純素抗敏護膚品牌啊！咁抽咗4樣最主要嘅嘢出嚟俾大家試下，呢個時候係包括咗純素，因為佢純素抗敏，好好用；純素深層滋潤晚霜，純素 AHA、PHA 呢個換膚精華，純素 All-in-One 嘅潤膚乳。純素弱鹼性潔面泡沫，我嚟抹乾淨塊面，弱鹼性先至保養得好嘅，加埋晒882蚊，而家賣688蚊啫，大家幫襯下嚇。新保健產品韓國方 Bio 嘅心血樂，韓國方 Bio 嘅心血樂咧係含有銀杏葉精華同埋 Q10同巴拿巴葉精華，加埋紅谷。第一，銀杏葉嘅精華咧就抗氧化啦、抗炎啦、抗菌啦、保護心血管健康啦。富鎂 Q10係細胞粒線體產生能量嘅主要富鎂，能夠幫助細胞產生能量，等人體更有活力，減少疲勞感、養顏美容、維持心血管健康，能夠幫助女性產前保養。亦都有助於準爸爸維持精子嘅健康嘅。巴拿巴葉嘅精華主要就係科羅索酸，佢能夠調節血糖，佢被稱為植物胰島素，因為佢對葡萄糖轉運嘅興奮作用咧，同胰島素相似，可以促進體重管理同抗炎。而紅谷萃取物咧係可以降低總膽固醇同低密度膽固醇嘅，調節血脂，有助於預防高血脂症同心血管疾病。紅谷中嘅其他成分好似 GABA， 被認為咧促進新陳代謝、調節生理機能嘅作用，抗氧化、抗發炎。整體嚟講咧，降低膽固醇同調節血脂，有助於維護心血管健康，減少心血管疾病嘅風險。如果心血管有油韌性咧，中風嘅機會大為減少。好好保養身體最重要嘅，每盒180蚊啫，30粒，每日2粒嚇，係半個月嘅份量。